嘿，你好，你的北美知心姐姐静香又上线了。我呢，在北京曾经有很好的工作，因为是北京土著，所以也没有任何的房贷负担。但我还是搬到了加拿大，开始付起了房贷。为什么我要做出这样的选择？其实呢，我也被人问过很多次，你在北京混的不是挺好的吗？干嘛要搬到加拿大呢？所以呢，今天我们就讨论一下，如果你在你的祖国、你的原居地有一份很好的工作，你是否应该放弃它，搬到加拿大？首先呢，你应该很清楚自己想移民到加拿大的原因，把移居到加拿大后的生活和你目前的生活做一个对比，比如可以从生活成本、生活方式、教育上做一个对比。因为每个人的故事都不一样，有可能你在原居地可以赚很多钱，但是会有一些其他事情困扰着你，所以做出了移民的选择。这样的方向是没错的。以下我跟你从5类人开始聊聊吧。这第一类人呢，就是想通过移民到加拿大或者其他国家赚到更多的钱，比如觉得自己在货币价值高的国家工作几年就能成为百万、千万富翁了。那我觉得你可能想错了。没有人只是因为搬到了一个新的国家就可以突然改头换面、鸿运亨通，一夜之间成为百万、千万富翁。你可能会想啊，我来北美赚的是美金，赚的是加币啊，这等于人民币、台币好几倍呢。但你也别忘了啊，你赚的是加币美金，花的可也是加币美金啊。的确啊，这边的货币购买力呢，比亚洲国家呢是会强一些。但是从我之前讲的这个视频里可以看到，加拿大2020年的平均周工资只有1110加币，4周就是4440加币吧，这还是税前的金额啊，税后也就剩3000多了吧。所以呢，你也可以从这里分析出来，一个月税前4000加币。那么如果不凑巧，你来了之后挣的是这个平均线以下的工资数额，比如4周只有税前3000加币吧，扣完税呢就只有2000多了，这够干嘛的呀？如果你lease了车，一个月300到800没了。日常花销呢，比如买菜、买生活用品，一个人一个月也得400-500吧，再交个房租就所剩无几了。当然了，我们也不能这么悲观，对吧？比如你很幸运来到这里呢，凭借着你的个人能力找到了税前4周薪资7-8千的工作吧，扣完税剩个5000多、6000多。那如果你是单身一人，这花钱只要别太大手大脚，房贷别超过你的薪资的1/4，这日子过得还是会稍微有点宽裕的。为什么说是稍微啊？因为每年的房屋保险、地税、汽车保险就够你付的。如果是凭着这个钱养个一家3口，那么你平时还得多找找折后商品的 flyer 多看看啊。所以啊，别想着来了加拿大你就能很轻松的创造神话。哎，还挺押韵的啊。来到加拿大想成为这里的富人，那么你必须非常努力的工作。但是呢，其实如果你在你的原居地也非常努力的工作呢，那么你同样也可以成为富翁啊。实际上呢，有一部分人来到加拿大后呢，收入比他们在原居地少很多。我听说的就是有在国内某市级设计院的设计师来到这儿的超市呢切猪肉，薪资真的降低了很多，而且也没有把自己的专长在职业上发挥出来。还有人在原居地是个中层领导了，来到这儿呢，如果你还想直接做中层领导，那可能真是不太容易，尤其是第一份工作。如果刚来到这儿后呢，你想和你的原居地工作级别匹配，也基本不可能。毕竟加拿大的很多职业都需要持证书上岗，亚洲国家的很多证书呢，北美并不承认。同样的工作呢，这边和你在国内的要求呢，可能也会不同。所以来到这里呢，抱有学习新知识、新技能的准备的心态是很重要的。你可能要花上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去获得证书或者学位，然后找到对口的工作。还有一些工作在加拿大是受政府部门监管的，比如如果你要做移民中介吧，必须要聘有持牌移民顾问。没有持牌移民顾问的中介公司呢，就是在做非法移民项目。之前看过新闻，加拿大非法移民公司呢，给客户办下了枫叶卡，但是呢，都被加拿大移民局驳回了。总结一下啊，你在原居地呢，如果不是一个愿意努力的人，来到加拿大过的可能还不如原居地。毕竟加拿大是个高税收的国家，生活成本呢，在这方面比亚洲国家是要高的。如果你想在加拿大有一番作为，那么你在移民前呢，就应该已经有了
充分的职业规划，并且来了之后呢，踏实努力的创业或工作，而不是想着在你踏上加拿大这片土地的时候，你会突然变得才高只身，永无绝伦。那么我要说的第二类人呢，来加拿大的原因呢，和第一类人是不同的。他们选择来到这里呢，也许收入比在原居地赚的少，但是他们并不在乎赚很多钱、发大财，而对自己的幸福满足感有所追求。所以他们搬到这里呢，是想改善生活质量，也想让自己的孩子在加拿大过上更好的生活。这个理由我是很赞成的啊。关于加拿大的福利呢、教育啊，这些视频我之前已经做了很多了，没看过的赶紧去看看啊。在这里，人们相互会很友好，地铁里永远不会拥挤，高峰期很少看到争吵，食品质量、空气质量和水质也很好，各族裔人们相互尊重。如果这些是你想移民的原因，那么请立刻申请吧。还有一类人呢，就对自己目前的工作不感兴趣，或者不喜欢原居地的工作环境，厌倦了繁文缛节和一些不合理的政策，想尝试一些新东西，比如想换个专业、行业，重新读个学位或证书，然后走上一条和现有职业不同的道路。这个理由呢，也是值得支持的。反正新事业是要从零开始，那么换一个国家也没什么损失了。来加拿大没错，因为在这里呢，经常可以看到大龄人士在学校学习，30、40、50的都有。在这里，学习是令人值得敬佩的事情，不会有人用异样的眼光看你。我听过很多人说啊，在原居地呢，他们有很好很高薪的工作，但是工作真的太忙了，经常加班，所以没有为家人孩子留出太多时间，为此会感到愧疚甚至沮丧。这是我说的第4类人。他们呢想平衡工作与家庭，那么加拿大很适合你，因为这里的人很看重这点，雇主也都会考虑到员工的家庭。这里的人们会在朝9晚5里高效的把工作完成，按时下班，因为在这里加班，老板是真的要支付你加班费的。大部分省份呢是支付你1.5倍的工资 ，BC 省更好，工作的第8个小时到第12个小时是支付你1.5倍工资，工作的第12小时以上呢就要支付你2倍的工资了。还有一种情况呢，是如果你拿的是年薪，而且是比较高的职位，那么可能就没有加班费了。但是呢，你也是可以把你的加班时间存在 Time Bank 里，比如你加班了1个小时，Time Bank 呢就可以存1.5小时，到时候呢你就可以用这1.5小时来调休。所以啊，在这里你想加班，可能你的老板还不愿意呢，所以你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呢也会有所保证，那么你也会非常开心吧。雇主呢都会鼓励员工平衡工作和家庭，这样呢他们也才留得住人才。而且大家也都知道，每个人的家庭情况呢不一样，有的要照顾孩子，还要照顾年迈的父母，除了工作之外呢还有很多其他的责任，所以好的雇主是会尊重这一点的。这也是为什么人们在加拿大除了做本职工作外，还可以做一些兼职，比如人们可以在一个公司工作，且同时是自雇或者开一个公司，比如我的副业就是做自媒体啊，这些发展一下我的兴趣爱好，在工作之外呢也能保持学习新东西的热情。我是从去年5月开始做自媒体的，那摄像、剪辑、PS 和 PR 软件都是自己一步步在别人的自媒体视频上学的啊。还有人就是在业余时间健身啊，做一些户外活动这些。有一句话说得好，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呢在8小时之外，工作之外的时间才是拉开差距的关键。第5类人呢，就是心甘情愿放弃自己的事业，想给他们的孩子更美好未来的父母们。加拿大很适合这类人，因为在这里呢，孩子们的创造性思维会得到最大的发挥，而且呢，因为课业负担没有那么的繁重，所以业余时间呢，孩子们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爱好，学习自己喜欢的事情，比如学打冰球、打高尔夫、滑雪，还有一些音乐、美术啊这些课程。加拿大的课外活动呢，也是特别丰富的，不比国内的少。而且在这里呢，从 Kindergarten 到 Grade 12，公校学习都是免费的。加拿大教育水平呢还是很高的，在这里上学的孩子们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可以学到各个国家的不同文化。因为加拿大是移民国家，你孩子的班里很可能有来自4、5个国家的同学，他们跟这些同学交流学习，我想这对他们的未来的成长、社交也是很有帮助的。那么说了这么多，这5类人里有你吗？来加拿大一开始的生活可能并不如你在原居地那么容易，因为你只能靠你自己，无法依靠你原来的人脉和家人了。还有就是来了之后，你可能1、2年才会回一趟你的原居地，所以这段时间你是见不到你的家人和朋友的。
而且因为你要腾出时间回国，基本上很多工作中积累的假期都会在回国中用完了。有时候机票呢还是挺贵的，也是一笔不小的消费。这些都是你住到你原居地的国家时候不会发生的。所以你在考虑移民加拿大前，请先考虑所有我说的这些。我并没有说加拿大是最好的，移民呢是你和你家人的人生的一个重大决定，在移民前考虑周详，比如加拿大适合你还是澳洲更适合你，移民后的生活更好还是更不好。甭管我或者别人在视频里说什么，你要根据你自己的情况做出分析，这样你最终做出的选择呢才是正确的。所以多花一些时间考虑你是否要移民到加拿大或其他国家的决定，然后不要回头。最后我要说，如果你努力工作，加拿大可以让你成功，这类机会也很多。就像我做的其他视频一样，我会给出我的建议和观点，你呢做出最适合你自己的决定。祝你一切顺利。先别走呢，别忘了点赞、留言、订阅哦，这样会让我知道我的视频在某种程度上帮到了你。如果你也有留学或者移民的意愿，并且想马上开始准备，你可以加我描述栏里的微信，我们的加拿大本地直班移民顾问呢会给你提供最适合你的留学移民的靠谱方案，而且我们的人力资源专家和猎头团队也同时会给你提供来这里的职业规划。岁月静好，环看静香，我是静香，与你分享北美移民生活心得和实用信息。我在北美大陆等你，我们下周见啦！